还有多少？给我。上元节前还有8个，如今1个也无。曲玉郎说，苏南金把西周的船夫都搜走了，西周连公文都送不出，剩下的我只好全都给他了。给你的那4块，你还没用完吧？你快还给我！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，才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。如今模子都毁了，我可不想再花一遍力气。你这个小坏蛋，怎么有这么大胆子？我自己做着玩的，是谁胆大包天，居然还敢用？你快还给我！我胆子小得很，我这边好好收起来，再不给张氏瞧见了。这次真是要多谢你了。子子，如今战事已毕，方公子为何还不来接留子子？方公子今日夜守在疏勒古城附近，我听柳娘子说，方烈发下血誓，必要拿苏海正的人头为兴西王可汗报仇赎罪。想来，他要忙完此事才来接柳娘子母子了。为了这档子糟心事儿，玉郎这些日子心绪也不好。那些因为苏家父子而无辜战死的去世不娶，都是跟了他多年的勇士。若是对他们没个交代，他心里头也过不去。娘子，娘子，朝廷派人来了。来者何人？是新上任的总管高贤，哦，就是原来的沙州刺史。圣谕如何？圣谕，在天山北路原亭州地界设立了金山都护府，以扩充边民。屯田扩军，甚至还统领了天山以北各州镇的唐军，以防备楚穆昆和宫越等部。原伊州刺史调任为了西州刺史。哦，我们家郎君现在升为了金山都护府的副都护，屈司马被调任为了左屯卫中郎将。守约和司马此番直接升任4品实职，也算是破格提拔了。圣人如何处置苏海正父子？娘子，阿成收到敕书，便急忙来报，后面的事尚不知晓。你快去找白三，让他记得我的吩咐。是。下官见过总管。屈都护客气了，高某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劳烦都护啊。哎，哪里哪里。裴副都护和屈将军都是年富力强，前途无量啊。日后这西域之事更要依仗二位啊。不敢当。全听总管吩咐。哪里的话，两位此次解了停州之围，可谓是大智大勇，高某佩服无比。我还记得，屈将军在敦煌的宅子里，可谓是奇思无穷啊。待高某在秋瓷安定下来，还要多与将军讨教啊。不敢不敢。总管，下官有一事相问。如今总管已来到这西域，不知那苏氏父子，朝廷打算如何处置？哎，险些忘了，这苏南锦可是在西州城中？是。啊，这便好。烦扰将军这便将他提出。高某还要去一趟疏勒古城，将苏氏父子都交给朝廷此次派来的监察御史。圣人有旨，苏海正临阵怯战，作罪当死，贬为庶人，回京论罪。下官这便把人提出来。不必劳烦将军，
让差役带着高某的亲兵前去便可。这苏南锦也算是亲犯，这押送之事嘛，便不必再劳烦将军了。多谢总管关怀。总管，请。谢圣上开恩，谢总管开恩。裴行俭，徐崇玉，带他下去，弄干净了再出发。是。裴行俭，徐崇玉，这2个月来的照顾，苏某毕生难忘。待我回了长安，定然好好报答2位。守月，此事不是你情愿如此，莫想太多。世事难全，官职事小，但有些事，我总觉得对不住他们。是在白三与此次护送监察御史的兵卒闲聊了几句，他们此行挑的都是极有耐力的良马，也未带多少行囊。听语气，大概是去疏勒向苏海正宣旨后，便会带上他们父子，尽快回长安。看他们那准备，似乎是会走大海道。十之八九。高贤此人，我曾有耳闻，性子温吞谨慎，与苏海正在沙州共事多年，回沪之意，昭然若揭。此次，那高贤连晚膳都未用，便着急去疏勒，与平日作风大异，显然是想让苏氏父子尽快离开西域，免生枝节。疏勒古城靠近柳州，走大海道比走别的路快上1半。不对，琉璃怎么轻易猜到他们走大海道？琉璃，你……柳娘子这2个月，因担心方公子寝食难安，因此，我适才把白三今日打听的事情都告诉他了。
者何人？为何拦路？我只拦姓苏的，其余人等即可自行离去。听你一口河洛官话，想必也是唐人。我等奉大唐天子之命，押送侵犯苏氏父子入京候审。你还不速速离去？不要耽误了朝廷大事。留下苏氏父子。好，不想乱开杀戒。苏氏之罪，自有大唐天子定夺。您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冒犯天朝，劫持侵犯，就不怕惹怒朝廷，令你不血流成河？某的部落早已血流成河，我只要他苏氏父子削节5步，将头颅留在西域。今日，当我者死！一剑断你发，2剑断你头。不怕死的，尽管过来！爹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某乃兴西王可汗帐下罪人方烈，当年杀了你那600亲兵的正是在下。当年我真应该直入秋瓷杀了你这老贼，今已是太迟，我只得将你们父子2人的狗头挂于帐中做唾弃夜壶，遗臭万年，永无来世。2年后，屈志战病逝，屈崇玉将被调回长安。裴行俭将亭州治理的物不民安。请恩师成全。汝意已决否？从今日起，汝名静安。我静安沙弥尼，此曼礼忏意，今受持。我静安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我今随佛出家。娘子，阿成，可是守月从亭州回来了。是，郎君一得到屈都督去世的消息，就快马加鞭从亭州赶回来了。哎，娘子，慢些。屈都督走得可安详？后事已经置办完，颇为从容体面。玉郎多半会上书丁忧，待七七过后，便会复官回乡。到时候再将都督
归葬于京城的屈氏祖坟。朝廷并没有继续留任玉郎的意思，想必他出了小齐，就要回长安了。我看云衣也已有了准备，知道会送玉郎一程，再归本部。为何这般看着我？可是知道玉郎不日就要回到长安去了，觉得我可怜。阿兄可是跟你说了，那白蝶坊每年的收入会有一半留于你，说是以后遇了难处，便能衣食无忧。我阿史那云衣回了部落，自然也衣食无忧。家兄，他是真心待你，你对他更是一心一意。那你为什么不要求阿兄带你一起回去呢？当年玉郎纳我之事，与我说得清楚明白。他在长安已有妻室，我若定要跟他，便只能在西域做夫妻。这些年，玉郎待我很好，眼里心里都只有我一个人，这便够了。我为何非要想不开，出尔反尔毁了这誓言，去长安给人做小，与人争夫君啊？你若能这样想得开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玉郎，7期之后，你服官回京城时，我送你。好。把你送到那儿，我就走啦。等到校期满了，你就要从京城回到长安去了。我不想看着你走。好。
玉郎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衣裳。我阿史那云衣，这辈子只做过一件，往后也不会给别人做了。玉郎，你可要收好。好。我若是跟你去了，凄凄爱爱的4抹7日，不过是徒增烦恼，平添遗憾罢了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玉郎，往后你想起我想起你时，我们都只许欢喜。可好？玉郎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和我在一起的这些年，可是真心欢喜？真心欢喜，这辈子不会再有的欢喜。今日离开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到这里了。玉郎在西周的作为，早已令西周的百姓富足安乐。此时可是不舍。可即便我有鲁班之能、孔明之巧，也无法为我自己制造出能够摆脱苦厄、指引前程的器物啊。玉郎所谓之器，乃心气，并不在于设计技巧。玉郎今日所困之苦，亦不在外，而在内。你因西周而生，西周亦因你而盛。无论未来你身处何地，与何人作伴，为何人效力，我相信这些年，你都已经替你的父母完成了重振西周的夙愿。正所谓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以玉郎的能力，又何有拒这苦厄之理？我初到西周之时，还从未想过，
恭喜郎君，娘子生了一个好标致的小郎君。夫人可好？夫人安好，郎君放心。恭喜郎君，喜得贵子。恭喜郎君。三郎，郎君知你好酒，喏，美酒在此。四郎，郎君知你好牛肉，快尝尝，全在这儿啊。郎君与夫人10数载，如今终于有了子嗣，我们共饮一杯，庆祝一下。阿成，这些年，副都护在西周兴教学，布仁政，终是感动上苍，不负副都护。咱们敬副都护，敬副都护。郎君还为这酒做过首诗，真正的美酒啊！送客亭子头，风醉蝶不舞，三阳开国泰，美哉美哉呀！好酒，喝！好酒。三郎今日可好啊？特别好。这是谁送的？东西虽然寻常，这份心思真是难得。是方公子和柳娘子，难得他们有这份心意。他们如今可好？怎么会送到这里来？阿烈有那份功劳，他又不争权夺利，在那阿史那都之帐下，自然是待得安稳。我自有法子与他联系，你不用忧心。世事难料，天道终究可期。相信有一天，方公子定会带着柳娘子，光明正大的回到这边。杨老夫人来信了。今日朝廷的任命也下来了，我被任命为司文少卿。咱们终究还是要回长安。子子，如果你们都不回去，那该多好。玉郎说过，长安城
是人世间最身不由己的地方。玉郎说的没错，那里有着最高的权力，最大的富贵，足以让每个卷入其间的人都身不由己。无论我有多想，终究都不能再陪着他了。子嗣，日后你和子夫在长安时，能不能多照看玉郎一些？他虽然没有同我说过，但我却知道，他是怕去那地方的，只是他没有法子。云烟，子嗣，我真羡慕你和子夫，无论天涯海角，艰难坎坷，都能携手同行，永不分离。多好！你怎么可以？琉璃，从今日见到你时起，我便知道自己错得厉害，但是我却没有想到，我也走到了这般田地。你等着，看我离开这里之后，怎么和你算账。琉璃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那些有趣的书，我每天晚上都当成睡前故事读给你听，你说好不好？
真舍不得。